嗨，朋友们，大家好！生食呢还在继续。这个视频主要分享看的工具，也就是眼睛，主要以我个人的近视历程、探索历程以及关于近视恢复的练习经历为主。上个月的时候，眼镜店给我发信息说，这个月门店镜片有50%的折扣，但是当时呢，我没有就是没有接招。到了月底我才冒出来想法，镜片换不换再说。我确实有1年没有去复查自己的近视屈光度，没有验光了。于是呢，就和门店约了时间验完光，发现我的近视度数双眼都降了75度，散光也掉了一点。看到这个结果还是比较开心的。给这1年来稀稀拉拉、断断续续的眼睛练习增了点动力和坚定，起码这几天也趁机对过往的近视经历与练习做个回看。但仪器和验光师检测的这些数据永远只是外部观察的一个方面而已，只有我自己深知这1年眼睛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的这个度数，我在过去10年前也经历过，现在的这种实际使用体验和过去相同的屈光度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过去这20年，我可能完全不会想到近视之后还可能去看到完全清晰的世界。而现在这种明亮与清晰的闪现正逐渐从偶然往常态化发展。对于我来说，练习并不难，真正难是近视了20年，我才意识到眼睛可以通过训练来恢复。这种恢复不需要做手术，也不用吃药，只需要像锻炼身体一样。明明最初可以在11岁的时候发现看黑板有一点点模糊的时候，就及时预防和修正用眼习惯，这时调整简单又迅速。但是没有，因为缺乏对眼睛的基本常识，而且身边的声音都在告诉我，近视不可逆，眼镜戴上就摘不掉了。也可以在次年初中2年级度数突然升高时及时稳住并进行正向干预，甚至成年后也有大把机会刹车与修正，但近视还是再度加深。在那个时候，我仍然默认主流言论近视不可逆是毋庸置疑的。2002年11岁刚上初中，妈妈带我去配眼镜，双眼50度。清晰记得在眼镜店穿着白大褂的验光师说，来得及时，现在还是假性近视，发现看不见就需要戴眼镜，不然很容易一发现就突然好几百度。于是我很快就习惯了当看不见的时候戴眼镜，但同时也觉得比较有趣，因为那会儿班上其实戴眼镜的同学也不多，加上我自己的镜片是泛紫色的光，别的同学都是泛绿色的，我是紫色的，然后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心态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特别。然后同时呢，我还可以自己选择看得清楚还是看得模糊，就是也没有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大的烦恼，因为眼镜它可以即刻帮我解决这种看不清楚的问题。在这之后呢，我对眼镜的使用都处在一种可以说叫做忽视状态，就是我不太关心这个验光的度数到底是多少，它对我自己的身体，它对我行为各方面到底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从来没去考虑过，也就是从来都没有去尝试了解自己的眼睛。渐渐的，眼睛对我来说就像拐杖一样，习惯了，看不清只需要戴上眼镜就能解决，而且是即刻。高中毕业后到大学那几年，逐渐看到一些同学做了近视手术，对恢复清晰的感觉非常心动，但还是让位于手术带来的恐惧，而且我无法预知后果。2014年的时候要去新疆半个月，那会儿为了方便出去玩，方便看相机取景器的时候清楚，也方便戴太阳镜。因为近视的话，戴太阳镜要么就是戴一个夹片，在近视框架镜的前面加一下，我觉得美观度、方便度上面可能都不太够。所以那会儿才第一次开始尝试去了解隐形眼镜的佩戴。我记得那个时候隐形眼镜的这个镜片好不容易戴上去的时候，世界突然一下清晰了，还是蛮激动的。但是后面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隐形眼镜的使用呢，在长时间近距离使用，比如说持续的看电脑就会发胀，很难受，不太舒服。
而这种不舒服呢，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不是因为隐形眼镜的不适，而是因为隐形眼镜度数偏高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近的时候，度数不需要那么高，能够看清楚近处的距离，这个时候就够了。当度数太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眼睛的负担是相对更大的，也就是处于一种过矫的状态，这个时候对眼睛其实有伤害的。而日常出行佩戴隐形眼镜还是相对方便的，但是我此前非常抵触，要在眼珠子上放个东西，那会儿想到都感觉挺难受，也感觉到有异物感，就是会觉得很污染。这张图呢，就是我从2014年刚开始接触隐形眼镜之后，一直到2023年5月，关于眼镜的选择上，就是眼镜使用模式的一张图。长时间近距离的工作看电脑，我就会戴这种框架眼镜；出行在户外出门了，就会戴这种日抛的隐形眼镜。除了这些呢，在那会儿只要没有特别精细的需求，就除了干活呀一些基本的，甚至逛超市我都要戴眼镜。除了需要用眼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裸眼的状态，因为在鼻梁上架一个东西还是不舒服的嘛。回头看我才发现，这个不爱戴眼镜、不爱戴框架镜、隐形眼镜这些的，是我这20年为数不多的比较正确的用眼习惯。从我开始近视到度数逐渐升高，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不疼不痒的，只是说看东西模糊一些。近视的朋友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除了看东西模糊，基本没有其他的特别不适的症状。也就是说，似乎它这些表现都不足以上升为叫做健康问题。如果不是2022年秋天眼睛出现极度不适、畏光、迎风流泪眨眼、干眼症这些症状，可能我依旧不会关注眼睛健康。由于持续的过度近距离用眼，眼睛非常难受。那会儿呢，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的眼睛就肿了，眼皮都睁不起来，于是就去眼科看医生。检查了之后，我才发现，那会儿当时我这个眼睛的条件就是睁眼持续7秒钟都做不到，就是不行，做不到。左眼右眼真的是很烂了已经。这张图就是左眼和右眼的泪膜平均破裂时间，基本上就是一个5-6秒的样子，到7秒不行，到不了。那么这一次过后呢，才开始留意和学习爱护眼睛。就是人吧，就是这样，不到那一步呢，就不会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眼睛啊这些的。虽然因为这些近视、眼睛干的时候，其实通过眨眼或者滴眼药水就能解决，但是呢，它又没有说干扰我的日常工作学习，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有眼镜可以解决嘛，所以它就是变成了我一个直接完全忽视掉的问题。直到出现这种不适，我才开始去了解眼睛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对眼睛恢复的一个探索历程，就是因为这种不舒服，我才开始对眼睛留意。有天冲凉的时候，看着花洒管道上的水珠，靠近它们就变得清晰，远离就变得模糊，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看不清楚，心想，既然身心可以训练，眼睛可不可以训练？因为我有静坐身心训练的经历，我知道人的身体，人体是可以通过深度静的训练而发生很多正向的转变的。它可以改变人的身体、心理状态、情绪，提升人的意识清晰度。我深知深度的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身心状态。那会儿之后呢，我才开始第一次尝试着去搜索关于近视恢复的内容，在从眼睛出现不舒服到开始这个搜索动作之间呢，我其实一直关注的是怎么缓解眼睛的不适，干涩了要怎么办，主要是一些改善舒适度的方面。但是冒出恢复近视的这个想法还是第一次，接着才去搜索了关于近视恢复的内容，看到这一位关于近视可逆转的演讲，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近视一个可以逆转的现代疾病。第一次感觉我的眼睛好像应该有一点细，
还有南怀瑾先生也说他自己过去是近视通过练习转眼睛回来的。他当时呢是说左右各转36下就好了。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有待检查。还有相关言论似乎都在描述近视恢复的可行性，于是就跟着他们讲的方法活动了一段时间。第一个呢是转眼镜，二是临界值训练，第三呢就是也是刚刚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方法，就是多去寻找，就是看远处，找那种边界清晰的地方，就比如说像大的广告字牌，它边界清晰，还有像边角清晰的建筑，然后盯着看。近视的朋友呢，看到是模糊的，但是你如果盯着看，就努力的去看清楚，尽量去消除这种模糊。在我真的这么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结果可想而知，效果甚微，或者说几乎是没有变化，除了眼睛的灵活度上好了一些。刚开始训练的时候，眼睛一圈都转不远，就是好像要借助这个手的指示来完成这一圈，后面才慢慢熟练，可以这么去转，没有什么效果，加上自己又是瞎摸索，非常迷茫的一个状态，马上又因为很密集的工作呢，这种我想要恢复自己近视的这个雄心壮志马上就扔掉了。但是埋下了种子，一直到去年，就是2023年春天的时候，又是一个心血来潮，又开始搜索关于近视恢复的内容。近视不可逆，晶状体无法改变之类的声音依旧稳居主流，而近视矫正方法在主流医学界看来只有3种，第一个就是佩戴框架眼镜，第二个就是佩戴角膜接触镜或者角膜塑形镜，第三个呢就是直接手术。不管什么方法，均是通过镜片或改变眼区光面的折射，达到清晰成像在视网膜上的目的。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由于好像嗅到了一点近视可以恢复的这种味道，就是看到一点点曙光，我就不太听得进去这种声音，因为这些方法的立足点都是旨在从外部施加干涉来修正眼睛看不清楚的这种状态，但是人眼真实的实用性与舒适度，除了自己，其实没有人知道。搞清楚眼睛的结构和直接操控眼睛是完全的两码事，这个是不同的视角，一个是从我自己自身直接看的这种直接的视角，直接去操控；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无视自己身体的这种能动性吧，只需要借助外力，像眼镜，就像杵一个拐杖一样，有拐杖了，自己就好像总是有一个靠的了，眼睛呢就不发力了，就不用去看也能看得清楚，就可以偷懒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像在医院，主任医师、教授这些的就会告诉我说，你的眼睛近视这种东西是定型的，如果你想改变，要么就是手术。还有像干眼症也是无法治愈的，但是你可以缓解一下，比如说像来医院熏蒸中药、熏蒸、热敷，多看一些开阔的地方，多放松。我觉得就是一些聊胜于无的建议，无法真正的解决近视恢复的这种问题，那怎么给出好的建议呢？我觉得需要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像放松、望远、休息、热敷、多户外、劳逸结合，说了吧又像没说一样，没有任何可以操作的这个具体细节，就像几乎人人都知道放松好，但是真正知道身体如何深度放松，掌握放松后人体转变的每一个细节的人极少。比如说像在眼镜店呢，配眼镜的时候，店员就会问我有没有什么需求，我说我戴眼镜主要就是看电脑，近距离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室内，需要看图片非常的清晰，就是可能对这个精度有一些要求。结果溥仪的这个店员他是怎么给我处理的？看近的需求把度数给我拉高了，就是你不是要看得清楚吗？就给你把度数提高。就是戴上这个眼镜是非常的清楚，很远的距离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当我看自己的脚的时候，就感觉脚也离自己远了，就是有一种长高了的视错觉，我就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而溥仪的回复是，
可能不适应，习惯一下就好了。我在这20年的近视经历当中经历的每一位验光师，我个人感觉到这些同志们的销售属性更多，专业性我自己有了练习眼睛的经历之后回看才知道，他们的专业性可以说几乎没有。现在近视的人越来越多，相关从业人员功不可没，毕竟近视是一个千亿级的暴利市场。主流的整个体系，像眼科医疗服务市场、近视防控市场、眼镜市场，都更希望人们能从他们手中购买产品或服务来解决看清楚的需求，最好是持续的购买或者一辈子。而我们普通人日常所接触到的信息，基本上就被这些立场所覆盖了，全部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发声。他们只需要戴上看似权威或者专业的帽子，甚至包装的显得很专业，就可以向人们下达近视不可逆的结论。当我开始主动的搜索方法之后，我发现其实关于近视恢复的方法还真的不少，尤其是在20年往前走吧的一些书啊、杂志啊，都有提到关于近视恢复的内容。但是大都比较零散，没有那么的体系，就是它有一些方法吧，但是呢又没有了方法之后，这个人练习之后会经历哪些阶段。就比如说我现在500度我的这个眼镜通过练习，我在初期是什么样的变化，中期练习的重点是什么样子，在后期快要100-200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练习的重点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些细节是缺失的。下面这些呢，就是我在练习初期都有参考过的资料。有一个呢是中医眼科，这个主要针对眼疾或就是眼睛的整体各种症状来给出的一些建议，还有怎么治疗、针灸啊、按摩呀、饮食啊、中药啊这些的。在末尾才给出了近视的方法，叫能近切远正，近视也叫这个名字。我主要是觉得有一些按摩还是蛮好的。那会儿重新喜欢上小时候念书的时候那个眼保健操，还有在20多年前2位香港验光师写的你戴错眼镜啦，它当中有说明，就是我们普遍呢就会认为近视了就要戴这种凹透镜，4周厚中间薄的这种镜片，但是这个验光师他就是说这种是有弊病的，有问题，尤其是在初期可以通过戴凸透镜来进行预防和防治，就是尽量避免以后真的是要戴眼镜。他觉得在刚开始近视的时候可以通过戴凸透镜来缓解，甚至来起到治疗的作用。还有提到雾视镜、凸透镜在恢复近视上发挥的一些正向作用。我觉得还是比较难见到这种不要让人错过恢复视力机会的这种验光师。还有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青少年近视简易疗法》这本书，从用眼常识到摘镜训练都有描述，尤其是在眼睛练习上有一些非常实用的指导。还有2位到现在依旧在持续更新的关于近视恢复的博主，一个是 B 站，就是哔哩哔哩的文泉爱眼，他的方法呢就会比较全面，非常细致，有整个近视恢复的你会经历到什么每一个这个细节，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他比较推崇雾视镜的，就是把雾视镜带入到眼睛训练的过程中，就像是跑步给自己加个沙袋一样，加重，起到增强训练的目的。还有 YouTube 上的 Jake， 他有20年的近视防控和改善的案例，这个是他自己写在油管的简介上的内容。也有独立网站叫 End Myopia， 好像是叫这个，然后 org 的那个结尾。这2位都是近视，他们也都通过自己的方法成功摘镜，恢复到了正常的视力。但是这些方法之间就是以上的这些参考呢，他们
本身之间会存在一些参差，就是需要结合自己的眼睛的实际情况自我去挑选。比如说像文泉爱眼，他就认为1年近视可以直接解决400、500度，他自己是这样子的。450度的近视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值。通过高强度密集的训练练习之后呢，接下来主要是做稳定和巩固。但是这个油管上的 Jake 他就会认为说，不要太快的降低眼睛的度数，这样不好，而是就是一个一个的去消除模糊，从日常修正习惯，不要只盯着近视这个结果。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认为要去主动的使用眼睛。我们的眼睛它是有自动对焦的功能的，除了这个还要主动的使用，就是你不能只是一种忽视眼睛的状态去看，因为正常来说的话，一般人睁眼就是能够看得到这个世界的，但是你能不能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看，也就是你的意识要清晰，你要有一个知道自己在看，知道自己在使用眼睛的这么一个意识。他们也都认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随时随地的练习眼睛的习惯，还是就是回到要有意识的去使用眼睛。找了之后才发现参考挺多的，然而只有开始练习，有了实际体验，才会明白过来人描述的这些具体细节。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练习经历，我是从去年2023年5月开始练习的。因为我自己眼睛的这个基础条件非常的薄弱，所以就是以增加户外训练远近交替各个方位的去看这种就是眼睛的弹性训练为主，增加眼球的灵活度。眼镜戴久了之后，比如说像戴框架镜的，我们的这个其实正常裸眼呢，我们的视野就是一直到这儿，但是框架镜之后，我就只看前面的部分了。从我开始训练之后，我才知道我的眼睛其实已经不看旁边的东西，就是我的余光会看见，但是我已经那个惯性让我不会再去看周围的东西了。很多人都会说近视眼就是无神、呆滞、死鱼眼，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主要还是因为眼睛没有神了，灵活性真的差很多。刚开始那会儿我要练习不眨眼，要持续的10几秒不眨眼都非常煎熬，1到10几秒的时候就是整个眼睛都是红红的，泪眼朦胧的，就是真的是撑不住。但同时人体眼睛的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会随着练习自动跟上，也就是只要训练就会有变化。最初开始练习的那1个月呢，我的眼睛的这个舒适度几乎是每天一个样，就是好像每天都会解锁一点点新的那种体验。比如说像畏光，我过去看到光就会感觉到不舒服的那种，甚至有一点刺痛的感觉也消失了，还有迎风流泪怕风的那个症状也没有了。眼睛自身的这个湿润度上来之后，干涩的症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还有灵活度。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体验，我才知道眼睛的这种干涩其实不需要通过眼药水来暂时的缓解，就是又像给它找了一个拐杖一样，就是不断的去调动我们眼睛的自身的泪水的这个功能，就是最好的滋润。但是要主动的去激活它，去给它刺激，创造条件。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这个眼睛就像是结了蜘蛛网的工具，终于给它拿出来用了。练习10几天之后，我第一次体验到清晰的闪现，突然能看清远处路牌上的字和周围的树干纹理，这是久违的清晰。当时我以为是眼睛花了，然后就反复的摇头眨眼确认，我就是怎么会就是突然那么的清晰。然后我才知道，真的是我自己的眼睛可以看到斜对面马路上那个路牌的字，然后还有周围树上面树干的纹理，我竟然也看见了。当我自己突然那么清晰的时候，那个鼻子真的就是一热一酸，眼泪就出来了。上一次看到这么清晰的时候，好像还是一个儿童。好景不长，之后呢，这种闪现基本上很少出现了。比如说我这会儿练习呢，它就会出现，
它持续的时间不会说到几分钟，就是1分钟都不到，基本上很少，而且我又无法说控制它，这种闪现就是一种随机的、快速的，我无法控制的。因为在那会儿我眼睛的肌肉群基本上还做不到，就是主动的去控制这种清晰，怎么去把这种闪现调动出来。在过去的时候，那种心理就是反正我是看不清楚的，那就不看了，我就只看就面前这么一点，更远处是大概能看见，但是心理上是其实是忽视掉的状态，完全不管的。现在呢，就好像是在不断的重新更新眼睛搜集到的这个数据库，就像是游戏地图开始不断的加载更多的细节了。开始练习之后，我就马上调整了我眼镜的使用模式。首先就是过去425、350这个度数的隐形眼镜和框架镜，我全部都停止了。在看电脑，就是近距离精细用眼需求的时候，去戴一个低175度的框架镜，日常基本上全部的裸眼，训练也是裸眼，同时还有雾视镜的加入。到了10月份的时候，我就抱着一种好像我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练习的还是不错的，应该可以考一个比较好的分数吧，我就去复查了，我就去验一下光。但是验光结果就是我不管是医院还是眼镜店都是纹丝不动的，这边425。这边350，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眼镜的使用体验上，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就甚至我以前逛超市要戴眼镜嘛，我那会儿已经可以到逛超市的时候不戴眼镜，也能偶尔看清货架上的这个字，因为它这种偶尔是我其实总体是模糊的，但是它会不断的对焦，不断的使用的时候，眼睛不断的在刺激它。它的这个对焦功能、清晰的功能，其实时刻的都在使用，所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为什么够用，就是因为经常有这种清晰出现，这样呢，我才慢慢习惯裸眼在日常出行的，包括看路牌呀，就是只要不那么着急，慢慢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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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就是努力的去看，它就会稍微清晰一点。可以辨认，可以到我能辨认的程度，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好了。那会儿虽然知道验光数据并不能完全代表人眼能看见的程度，但那会儿就觉得没劲。伴随着秋冬白天的日照时间越来越短，光线明显不如春夏明亮，眼睛的练习进入摆烂阶段。我感觉吧，眼睛就是跟相机一样，进光量不够的时候焦就很难对上。练习眼睛在光线好的时候，就是人的眼睛在光线好的时候和在光线暗的时候是2个不同的表现，就是因为又对焦对不上，看又看不清，闪现又很少，然后越练越没劲，然后还有这个验光度数也没变，5个月一点没有变化。虽然我自己看清楚，但是那会儿就是想要一个这种好像是看起来比较可以证明一下的这个结果，后来就懒得去单独的训练眼睛了，这个积极性确实是弱了很多，大半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再去训练眼睛了。但是这段时间我逐渐从单独训练有了一点点要带入到日常生活的这种意识，就是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的去练习眼睛，使用眼睛，就是主动的去看，主动的去消除我所能做到的模糊，哪怕是一点点就可以。一直到今年7月，突然出现了那种非常明显的明亮感，因为你伴随着你能看清的时候，整个画面的明度它是会有一个提升的，还有成像也非常的清晰了，这种闪现的清晰化比去年明显提升了很多，进一步的锐化了一样画面。当我持续的看东西的时候，它的自动对焦的功能也比去年好了，就是我不用一直看，它还是一点都不动。去年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怎么看它还是那么个模糊的东西。现在呢，就是我只要一直看，慢一点没关系，但是眼睛它就会开始那个对象画面就会慢慢的清晰一点点。就是这个功能的出现，我开始发现我在常态化的训练上
应该是有了第一次的这种质的变化，清晰的闪现逐渐频繁，可持续，可以主动调出来。每次这种对焦训练完之后，我可以裸眼的使用电脑，但是这个过程我现在就只能做到20分钟左右，再多就不行了，它就消失了。力度呢还是不够，就是眼周的这个肌肉群还是不行，还得继续训练，因为确实是20年的近视的历程，真正练习，也就是去年开始。还有一些我在练习过程中有过的一些错误观念啊，我会感觉到看了电子屏幕、看电脑、看手机会有点不忍心破坏我今天好不容易练习的这个成果。但是其实不会，不是说这个电子屏它会影响我的视力，真正比较相对正确的说法是说，长时间的近距离的持续的过度的用眼会增加影响我们视力的这个因素，而不是说找一个背锅的，哎呀，不要经常看手机啊，对眼睛不好，不要经常看电脑啊，不会啊，就是有意识的去使用眼睛。当你有意识的时候，就会自然的留意我们的体态，我们眼睛和目标对象的距离，然后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呀，就会有自己会有一个这种意识。当中我一度也是持续的怼着电脑怼着手机用眼，后来发现对我的练习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最轻松的事情呢，就是养成习惯。关于近视恢复的内容大概就是以上这些，至于以后会不会，我能不能做到完全的摘镜，因为现在长时间看电脑，我还是需要借助一个低175度的镜片，今年可能又需要更换了。然后能不能恢复到出厂值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了今年这一年的这个体验，获得的变化，我还是会去尝试的，看看能不能恢复到出厂值。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爱护自己的眼睛，自己要关照自己身体的健康。我们下次再见。现在我就戴的是低175度的眼镜，这个眼镜我当时配的是全部都减了175度，这边是250，这边是175。为什么要戴低度数？一个是就是要避免过角，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晰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断的它就会干活，不是给它让它过那么安逸的日子，你让它直接通过镜片看那么清晰，它就不干活了，就是要让它干活。因为这个镜片是目的性比较强，只看电脑的时候，我就是针对我能看电脑能够看到比较清楚的距离选择的这个度数。还有这个就是我平时训练的时候会戴的雾视镜。雾视镜就是顾名思义，字面意思就是像雾一样去看。比如说下雾的时候开车走路的话就看不清嘛，当人看不清的时候就会努力的去看，瞪大眼睛去看，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去有意识的使用眼睛。看不清，那么就努力去看，眼睛它就是在训练了。集中训练，单独训练眼睛非常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常态化的练眼。